师傅每每在我们练拳的时候，常说练习太极拳，一招会，招招会，一式通，百式通。这不是什么谚语，更不是什么形容词、夸张说法，是告诉你练功的方法。练太极拳的初级阶段就是拷贝老师的动作，老师在前面讲解和示范，学员们一招一式的模仿。由于这些动作我们从来没有做过，做起来有些别扭，身体僵硬，直来直往，手的动作不是过高就是过直，以脚跟站立，身体歪歪斜斜，这是初学这必经之路。好比小孩开始学走路一样，跌跌撞撞，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不要想几天、10几天或几十天就学完学成一套，只要习练者能够专注地模仿老师的动作，如陈氏太极拳的金刚倒退，每天重复50次以上的练习，要树立一个慢慢学、认真扎实学的思想。这就是说，不学则已，学就要循序渐进，老老实实的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一招一式的学。对手和足部位、定型、运行、上下承接、虚实转换等基本要领熟悉之后，再学下一招。绝不可粗枝大叶，雾里看花，不求甚解，快速的学。学慢既是反复熟悉、巩固、加深理解的过程，也是反复锻炼、认识、实践、校正的过程。姿势、动作就会逐渐趋于正确，运行就会走上正规，而经久不易改变和遗忘。这时越练越得心应手，动作和动作之间的连接也越来越连贯。熟能生巧后，就能增加内容在这金刚倒对中，如加入外3合，然后也是每天重复50次以上的练习。等到外3合能够熟练掌握，就可以增加松焚的内容练习。松沉是必须要在招式和外3合动作比较熟练、符合规范后练习，要不然习练者的精神都专注在动作上，无法放松。放松和松沉的习练是比较困难的，得看个别人的领悟力。有些人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领悟到松沉的方法，但也有些人练了10几年的太极拳，就是无法踏入太极拳的松沉之门，功夫无法再精进。接下来可以加入快慢相间的内容进入练习中。再接着，我们对身体各个部位的感知力已经达到一个层次，就是练任何一招，就能将此招的呼吸和运气方式、松紧程度感觉出来，体会所谓的太极阴阳变化，身体再从松沉进入松静的状态，感知会越灵敏。再下来可以练习节节贯穿等等。学得快，手足错乱，运行呆滞，对形气运转更是茫然。天长日久，姿势谬误，丑态百出，校正起来实在困难。常言宁教千遍，不改一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学得虽慢，可是一遍过手，就能收到基本上趋于正确的定型效果，即使稍有差错，校正起来也是轻而易举的。如果学得快了，招招式不够真切，差错横生，校正起来，精力和时间不知耗费到如何程度。所以学得慢实际是快，学得快实质是慢，这就是二者的辩证关系。其实练习太极拳和练乐器演奏很相似，例如学习弹奏钢琴，左手一个音阶一个音阶的重复练习，到熟练后再加入右手。当左右手能够很好熟练的配合，就可以加入大小声，加入快慢的控制，加入情感，加入身体的动作。太极拳的招式再多，也离不到13式捧、捋、挤、按、踩、列、肘、靠、进、退、固、盼、定。每招每一式里面，如果练不出8门进捧、捋、挤、按、踩、列、肘、靠，没有这些东西，那么你再多招式都是空架子。我们在练习套路的同时，如果花时间专门练习一式，把太极拳里的要求在一式中尽量的做到，而且做得好，掌握太极拳的运动规律，虽然很花时间在一招一式上，但最终其实是快的，
只要再以同样的方式方法用在太极拳套路的练习中，可以肯定的，你的整个套路将是内涵丰富的。这时我们在习练太极拳时，骨盆会自然端正，脊椎自然顺直，重心自然垂地，动作自然圆滑，目光自然含放，身体自然松开，这就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。这也是很多老师傅强调单式的原因所在，因为练懂练精了这一式，其他式都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一招通了，其他招都是自通。最后想说的是，作为太极拳初学者，最好找到好的老师，能真正的传授给你东西，而不是每天教多少个式子，多少个招式，什么24、48、73、83、108式。说句实话，就1年练1招和1年练300招，那个更厉害呢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你点个赞。你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知识与你分享。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